李宗仁踌躇满志，决心保卫徐州，前线伤亡惨重，部下苦苦哀求，要求撤军。他会作何抉择？汤恩伯手握重兵，危急时刻却迟迟按兵不动，究竟为何？传奇中国重回抗战系列之决战台儿庄，敬请收看。1938年初，已经占领上海、南京、北平等地的日军步步推进，又将以10万兵力大举进攻江苏徐州，围歼徐州地区近50万国民党政府军。抗日战争初期著名的徐州会战即将打响。徐州是津浦、陇海2大铁路干线的交汇点，又紧邻京杭大运河，为华北、华南和华中之间的交通枢纽。如果中国军队守住徐州，就能确保横贯东西的军事大动脉畅通无阻，利用铁路继续进行战略物资和人员调运，还能阻断南北日军贯通。反过来，如果徐州被日军占据，日军全线贯通津浦线，就会轻易进行南北兵力和物资调运，向平汉线推进，进而威胁到郑州和武汉。面对日军的紧逼，国民政府迅速成立了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5战区，驻防徐州。当时国内的实力派的这个重要的一个代表就是李宗仁，他是桂系代表。桂系在历史上同蒋介石呢，这个发生过战争，就是蒋桂战争，而且呢，始终他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桂系反蒋实际上态度过去是很强烈的，但是蒋介石一旦宣布要抗战，李宗仁和白崇禧2个人就从这个广西飞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表示呢拥护抗战。对于徐州，日军势在必得。他们兵分3路包围徐州，南路第13师团被阻挡于淮河防线，东路第5师团被阻挡于山东临沂，仅剩下西路日军第10师团。在突破山东藤县之后，前锋进抵徐州东北方向的小镇台儿庄，而守卫此处的正是国民政府第2集团军司令长官孙连仲。1938年3月24日，日军第10师团赖谷支队开始对台儿庄发起进攻，动员兵力近1万人，飞机、坦克、重炮等火力全线支援。日军的计划是利用自身的火力优势，在极短时间内拿下台儿庄，打通进攻徐州的通道。面对日军的攻势，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早已做好了防御准备。第2集团军主力31师，在师长池峰城的率领下，承担防守台儿庄的任务。第30师、27师负责守卫左右翼，独立第44旅担任总预备队。面对日军强大的火力优势，中国守军这次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兵力配置。那么陈凤成当时就想把整个一个师全部开进去，你把一个师都放进去，日军第一波强大的空中火力炮火打过来，你一个师就垮了。你把兵都葬在这儿，然后你这后边的仗怎么打？我们要长期坚守啊，就放一个团。日军掌握着空中优势，他们的轰炸机向台儿庄守军阵地展开肆无忌惮的轰炸。进攻第1天，日军空袭就达到了60余架次，投弹数百吨。台儿庄方圆不过5里，池峰城的第31师数千人聚集此处，日军的空袭给他们造成了巨大伤亡。1天下来，31师营连级干部伤亡高达30%。在此前的太原保卫战期间，八路军曾以一部分兵力奇袭日军阳明堡机场，击毁日军战机数十架，大大支援了我军的地面作战。孙连仲曾经参加过太原会战，面对嚣张的日本轰炸机，他立刻想到了奇袭阳明堡的战例。
如果能够在台儿庄激战的同时袭击日军前线机场，就可以对地面防御作战给予极大支持。马上上报这第5战区。那么李宗仁，李宗仁说这个主意好，咱不怕呀，敌后咱有人呐。这个时候日军这个前线机场当时经过侦查，距离我们这个前线最近的日军机场在大汶口。那么就在大汶口距离不远的地方，就是原来韩复榘那支部队第3集团军退过大运河以西，但是在济宁汶上反击战连续对日军组织反击，也是牵制日军南下主力。这个时候，他的主力孙同轩的第12军就离这个地方很近。李宗仁一个电炮过去，把这个机场给我干掉。这一招让日军始料未及，对大汶口日军机场的袭击使他们损失了数十架轰炸机，日军空中优势受到极大削弱。守卫台儿庄的部队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军心大振，将士们怀揣着对胜利的信心，决定大干一场。面对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日军第10师团师团长击鼓连进，随即加强攻击力度。他将进攻台儿庄的兵力加强到接近1个半旅团，并集中全师团的轻重火炮对台儿庄进行猛轰。3月25日，日军突入台儿庄东北角，池峰城组织兵力展开反击，勉强将日军击退。但仅仅2天后，日军就攻破台儿庄北门，池峰城亲自赶到阵地上坚守战线。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日军与中国守军在台儿庄街道上逐屋争夺，双方展开了最血腥的街道巷战。台儿庄对于徐州战局的重要性，池峰城并不是不明白，孙连仲也很清楚，自己部下接到的是据守台儿庄的死命令，如果不是部队损失达到极大的程度，池峰城绝对不会提出后撤的要求。这支部队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每一个士兵都是历经恶战方才幸存下来，现在却在日军强大的火力下承受巨大的牺牲。面对这种残酷的战斗，他又何尝不希望给自己的士兵留条活路呢？左思右想之后，孙连仲拨通了徐州第5战区司令部的电话，希望一向以宽厚待人的李宗仁能够允许部队暂时后撤。但是事关重大，李宗仁会作何回应呢？人生自有境界不同，华灯初上，喧嚣渐隐，意兴阑珊。纪录片栏目《传奇中国》，璀璨呈现。传奇从现在开始，看中国。在中国，什么是传奇？是主宰命运的英雄，是天地变色的瞬间，是无法磨灭的记忆，是令人神往的秘境。寻找最佳角度，延长你的视线，传奇从现在
开始看中国。1938年3月，国民军与日军台儿庄的战斗进入攻坚阶段，国民军伤亡惨重，司令员孙连仲在万般无奈之下想就此撤兵，但他必须得到第5战区总司令李宗仁的同意。他心情忐忑，拨通了电话，希望一向以宽厚待人的李宗仁能够允许部队暂时后撤。但是事实恰恰相反，面对孙连仲的苦苦哀求，一向宽厚待人的李宗仁却下了一道死命令，不准撤退。徐参谋长跟这个李宗仁请示，李宗仁说不能撤。孙连仲说：“你让李长官接电话，我跟他说。”李宗仁拿起电话了，孙连仲就说：“李长官呐，还是那句话，现在我们已经伤亡有10之7、8了，台儿庄3/4已经陷于敌手了，你给我们第2集团军留点种子吧，我们全军上下感念李长官的大恩大德呀。”李宗仁这个时候心里心如刀绞一样，这帮西北汉子不会轻易叫苦的，他们叫苦的时候一定是真的就很难受了，很艰难了。但是李宗仁这个时候硬着心狠着心说：“房鲁兄啊，这个孙连仲字房鲁嘛，你不能撤。如果现在撤了，那么在此之前阵亡的所有将士的鲜血都白流了。台儿庄之战这个决战呐，决战胜负就取决于最后的5分钟，你再咬牙挺一挺。”此时，最受煎熬的就是第31师师长池峰城，一边是禁止撤退的死命令，一边是在日军强大炮火攻势下血肉横飞的弟兄。池峰城作为前线指挥官，下达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命令：炸毁退路中的浮桥，让所有人都不再有任何退路，唯一的出路就是殊死一搏。就在台儿庄守军与日军血战的同时，徐州第5战区司令部里也同样忙作一团。李宗仁此前已经在日军的背后埋伏下了汤恩伯军团，这样一支未受丝毫损伤、装备精良的中央军主力部队，此时正对日军背后构成致命威胁。可是，无论徐州总部如何电令汤恩伯军团发动进攻，汤恩伯全军6万余人就是按兵不动，丝毫没有进攻日军的打算。当时李宗仁做的部署就是放开正面，命令汤军团本来准备正面阻击的汤军团向东撤入枣庄以北的趵突固山区。那么你在这个山区隐蔽集结，等日军过去，等日军的主力南下进攻台儿庄，被我们吸引于台儿庄坚城之下，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冲出来。李宗仁踌躇满志，决心保卫徐州，前线伤亡惨重，部下苦苦哀求，要求撤军，他会作何抉择？汤恩伯手握重兵，危急时刻却迟迟按兵不动，究竟为何？传奇中国重回抗战系列之决战台儿庄，敬请收看。3月31日前后，原本在进攻临沂的日军第5师团，为了支援第10师团进攻台儿庄，派出了一支坂本支队，约3000余人插到汤恩伯军团的侧翼，防止进攻台儿庄的日军腹背受敌。汤恩伯以此为理由拒绝出战，但是在李宗仁看来，这个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后边来增援的日军多少？一个连队3、4千人，你这一个军团2个整军4个整师啊，那5、6万人呐，你还有一个150的重炮营啊，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来了，你收拾他不就完了吗？汤恩伯早期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等人是同学关系。后来在黄埔担任步兵教官，是蒋介石心腹大将。在汤恩伯看来，自己是天子门生，受蒋介石直接指挥，李宗仁根本没有资格对自己发出命令。
而守卫台儿庄的孙连仲不过是杂牌部队，原本就是被用来消耗的，并不值得自己的中央军主动救援。汤恩伯他自己打的小算盘、打的小九九非常清楚，不愿意承担太重的作战任务。他总觉得部队淞沪会战之后一直还没有休整好，想保存实力。特别是我觉得他从心底里他就不愿意去救台儿庄。为什么？台儿庄的守军那不是中央军，老西北军的部队，尤其是守塞台儿庄的31师，这2个师是吉鸿昌教军的旧部啊。那么吉鸿昌呢是要跟蒋介石造反的人，那个27师那孙连仲的旧部是宁都起义没拉走剩下的部队，在他们这些中央军嫡系将领的眼里，那都是脑袋后边长反骨的部队。其实，在整个会战开始之前，李宗仁就曾预料到这种情况。在整个战役的进行过程中，他最担心的就是中央军嫡系将领们不服从自己的指挥。汤恩伯的军团迟迟不动，在前线支撑的第2集团军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消耗敌军。此时，防守台儿庄的战斗已经持续数日，第2集团军先后投入几个师的兵力与日军拼消耗，全军上下已经是精疲力竭。可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孙连仲依然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对日军发起决死反攻。孙连仲只好将自己身边的警卫排都派上了前线，而池峰城更是把炊事兵、卫生兵、勤杂兵等所有能动的士兵全部集合了起来。只要还能拿得动枪，就立刻集合，编成敢死队，向日军发起攻击。经过连续数天的血战，不仅是我军，日军也同样精疲力竭。此时在台儿庄前线，中日两军就像2个身负重伤的对手，紧紧纠缠在一起，谁先坚持不住，另一方就将赢得最后的胜利。从3月24日直至4月3日，台儿庄的血战已经持续了10天。从位于徐州的第5战区司令部到位于武汉的国民政府，全中国的目光都聚集在台儿庄这个小村镇里。就在这煎熬之中，1938年4月3日，李宗仁发布全线反攻的命令，汤恩伯军团开始向日军背后发起猛攻了。人生自有境界不同，华灯初上，喧嚣渐隐，意兴阑珊。纪录片栏目《传奇中国》，璀璨呈现。传奇从现在开始，看中国。在中国，什么是传奇？是主宰命运的英雄，是天地变色的瞬间，是无法磨灭的记忆，是令人神往的秘境。寻找最佳角度，延长你的视线，传奇从现在
开始看中国。1938年4月，一场关系到中日两个民族命运的大会战正在进行之中。日军第10师团以数万人的兵力进攻徐州，中国军队第2集团军在司令长官孙连仲的带领下，将日军阻截在台儿庄地区。经过数日血战，第2集团军损失惨重，日军也丧失了前进的动力。1938年4月3日，李宗仁下令，第5战区所有参战部队向日军发起全面反击。在之前的战斗中迟迟不肯出动的汤恩伯军团，第一个向日军腹背发起猛烈进攻。汤恩伯的第2师军团在此前战斗中一直按兵不动，为何到了此时第一个站出来向日军发动进攻呢？这个时候，汤恩伯唯一的还敢再扛一扛的，就是自认为还有蒋介石给他做支撑。但是这个时候，李宗仁已经真是急了眼了，严令出兵，再不出兵，甚至话讲到这个程度，再不服从军纪，那么韩复榘就是签令，话就讲到这个程度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已经觉得扛不住了。紧接着，蒋介石的电报到了，那蒋介石的电报意思就非常明确了：勤勉克功，勿歼顽敌。就这8个字。汤恩伯第2师军团下辖第52军、第85军共4个师，配备有包括150毫米重炮在内的大量轻重火力。其中，第52军是当时中国军队中兵员装备最好的部队，他的军长关麟征也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员虎将。4月3日，这4个师同时向枣庄至台儿庄一线的日军发起猛攻，并形成包围之势。日军留在身后的大量后勤补给、武器弹药迅速落入中国军队之手。但同时，日军也在试图解救被包围的军队。关麟征的这支部队，他的52军应该说是中央军中嫡系的嫡系，精锐的精锐。那么其中这个第2师，那是以北伐的时候蒋介石的第1军，就是当时国民革命军第1军嘛，党军的主力，最后这个整编而成的第2师是最老的一个师，而这个25师是关麟征亲自带过的部队。这支部队里走出了一系列国民党军后来在抗日战场上非常有名的将领，比如说关麟征、关铁泉，比如说那么远征军的这个第1任司令长官杜聿明，比如说阵亡在远征战场上，当时远征军的第1位师长、少将师长戴安澜将军。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也给他授予了烈士的称号。那么这一系列的高级将领都是这支部队走出来的。临沂前线的日军第5师团派出约3000人的兵力，绕过重兵防守的临沂城，前进至汤恩伯第2师军团侧背，企图牵制第2师军团向前进攻的步伐。这一来，原本担负包围日军任务的第2师军团背后又出现了新的日军，战场态势一时变得异常复杂。关麟征不顾汤恩伯的顾虑，立刻调动兵力对背后日军发起攻击。他命令52军第25师暂缓进攻，转身向背后日军发起攻击。一昼夜间，25师与日军穿插交火，混战在一起。还没等第2师军团其余部队反应过来，52军已经将来援日军彻底击退，转身继续投入对背围日军的攻击。中方发起反击1日后，日军第10师团赖谷支队已经陷入我军几支主力部队的重重包围之中。4月6日，李宗仁亲自赶赴台儿庄附近，指挥参战部队向日军发起猛攻。与此同时，在临沂、淮北、济宁附近，负责阻击日军增援的我军部队也对日军阵地发起猛攻，力阻日军援兵。在这种情况下，日军矶谷师团不敢再在台儿庄地区停留，开始全线向北撤退。
李宗仁踌躇满志，决心保卫徐州，前线伤亡惨重，部下苦苦哀求，要求撤军，他会作何抉择？汤恩伯手握重兵，危急时刻却迟迟按兵不动，究竟为何？传奇中国重回抗战系列之决战台儿庄，敬请收看。1938年4月初，台儿庄，胜利的曙光已渐渐显露。日军赖谷支队在留下上万具尸体后仓皇北撤，战场上剩下的是日军无法带走的重型装备和堆积如山的物资弹药。经过殊死搏斗，中国将士终于体会到了胜利的滋味。台儿庄大捷是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经此一战，成为了享誉海内外的抗日名将。李宗仁的战报中写得非常清楚，毙伤日军11984人，差16个人就12000人，生俘日军890多人，缴获步枪1万余支。我想这一系列的数字足以说明这个作战的规模。实际上，你从缴获的数字中，你就可以判断出这个歼敌数字是相当真实的。那么这一仗光缴获的步枪就1万多支，证明杀伤的日军、消耗的日军绝对应该在12000-3000人以上。那么这个应该说，李宗仁这个战报应该说，当时台儿庄的一战歼灭日军11984人，我觉得认为是相当准确的。从1931年的9·18事变到1938年血战台儿庄，日军多次取胜，全军上下都充满了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往往日军即使只有1个营的兵力，也敢于向我军1个师的阵地发起攻击，甚至还能实施追击。这就造成了日军兵力可以广泛散开，不断向我军防线后方穿插渗透的现象。而在台儿庄会战之后，日军很少再以少量兵力向我军后方穿插，日军进攻的势头明显慢了下来。徐州会战呢，以台儿庄作为初战，就揭开了序幕。就是台儿庄初战打日军的2个加强旅团，还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是随后日军集中9个师团，30多万军队向徐州进攻。就当时在徐州60多万国民党军队，他根本抵挡不住。在这种情况下呢，被迫放弃徐州，就是全面的向西撤退。说徐州会战从总体上来讲是失败了，但是徐州会战呢也有它一定的意义。它的意义什么呢？就是日军呢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没有实现。另外，徐州会战呢也表现到国民党军队经过这个淞沪和南京的作战之后，吸收教训，也变得聪明了一点，不是死守一地，发现情况不利了，主动转移。说在徐州会战中间呢，就是国民党军队没有被日军包围歼灭，保存力量，有利于呢长期抗战。